嗨，大家好。现在呢，我在南堤东路市桥水道靠近市桥二桥的地方，开始我今天沿着市桥水道的第二段的骑行。今天一路从市桥老镇里面，沿着河边穿街而过，看到了当地很多老百姓的生活的状态了。即便是前几天下大暴雨，某些地方呢被水淹，但是基本上道路都已经清理干净，而且从老百姓的脸上写满着从容不迫，就可以看到这样的自然的现象不会影响到他们生活的乐趣。只要天不下雨，只要太阳没有暴晒，他们还是可以在他们的老地方结合起来，大家一起过一些休闲的日子。所以这也是生活让人的一种感动。这边有一个叫人大代表绿植宣传主题公园，那就到里面去转转吧。特地建了一个亭子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一个小的清水广场。那顺便呢，这边也做了一条骑行的漂亮的小道，履行代表职责，不负人民重托。这边呢是人民政协主题公园这两个小公园连成一片，介绍中国式的民主一些制度方面的事情。还不错这个市桥二桥的桥下呢，直接有一条小道可以让你在桥下走过。现在呢，我们来到了市桥水道的市桥二桥，也就是番禺大道的另外一边了。这边好像水面更为开阔平静。
我突然想起来，我这边曾经是来过的。现在我沿着更清水的一条窄窄的小道向前骑行，这边呢可以看到更开阔的江面啊。看到一位小朋友跟着2个老人家提了一个桶，看我看到这个桶里面都是很多的螺丝啊。这个小孩从小能够帮家长干活，也知道在自然这个环境里面去寻找一些食物。这我就想起我们小的时候，河上又不是这样啊。那没人手，像他们也叫远远一个家家，要看到刚刚呢。看到一群人在这边垂钓啊，但听他们口音呢，都不是本地人，应该都是从外地来打工啊。是不是发现了新的什么商机，还是说根本就没活可干啊，只能在这边随意的钓鱼？
这条小道啊，大概也只能是人在上面走，骑行呢并不是特别合适的事，太窄，而且坑坑洼洼，有的骑得比较小心。但是呢，它又是一条清河的小道啊，所以在这上面骑行呢，风景不错，所以我还是愿意在上面骑一段。但是呢，必须得小心一点啊。从这边呢可以看看对面啊，应该是一片新城区，看看那现代的住宅的高楼，中间应该还有一些学校其他的一些机构，整体感觉相当的不错。好了，那我从这边呢就回到马路上了。今天呢一直都是缓缓骑行，虽然应该骑了也有个把小时了，但居然也没怎么出汗。我觉得在这种绿色之中啊，就那种树木底下，就这么缓缓的骑行，还可以看看左侧的江水，我觉得是非常舒服的一种状态啊。那我们就继续往前骑动吧。
前方呢就是市桥水道上最重要的一座水闸，调节市桥水道的水位，同时呢也是一条通道。这里叫燕洲水闸，过了这个桥呢，对面就是燕洲村呢，也是番禺知名的农村。但是呢，我看到前方是大刀沙村，我就感觉那边有更自然的一些风景。以前呢，一般都是开车前往的，今天呢，趁着天气不热，消耗不是很大，那就干脆骑到这个村里面去看看。到了大道沙村呢，我就感觉只要一直往里面走呢，过了一座大桥，应该就可以去到关龙岛上了。以前开车到那边，也在这个岛上骑行过几回了，但我不知道这边离那个岛还有多远，骑骑看吧。越往里面骑呢，就越有一种乡野的味道了。你看这边的树木更多，这个河边的那些湿地还都是原始的状态，感觉相当不错。左侧还有一条大九绿大桥。以前我曾经有想过，就是从祈福新村看看能不能骑着车，顺着市桥水道骑到关龙岛，但一直没敢去挑战，因为我也不知道到底有多远，路况到底如何。但是今天骑着骑着呢，也就骑到了这里，还是拜一个雨后的相对凉爽的天气，否则的话呢，也不可能骑那么远。看到右侧这些大片的农田里面都是那种黑色的大棚，不知道是种啥的，是种林木呢还是蔬菜呢？
看啊，这右侧都是一片香蕉林啊。刚刚一块电池告罄啊，顺便我就停下来换电池的时候呢，看了看码表，其实缓缓的也就骑了16公里而已啊，就说明要不就今天选那条路比较近呢，还是没感觉啊，就骑了这么多，但是呢也并不远啊，所以我就想着还可以继续再往下骑一下。我们来这边看一看啊，这个大刀沙村应该在大刀沙岛上吧，看看这个农村的景象啊，就感觉这个田里种的基本上都是一些花木吧，盆景啊之类的，就并没有种什么庄稼。你看啊，要不就是一些经济作物，像香蕉树啊什么之类的。远处呢还是有一排的农村的村屋，现在已经看习惯这种村屋了，也不觉得它丑了。但是呢，确实没有什么传统的元素，所以看上去就是比较普通实用这些民居。今天呢，出来的时候只带了1块的 memory 卡，所以也等一会儿可能坚持不了太久。那我们就把它拍到拍完为止。我们继续在这个石桥水道边上的这条路上啊骑行，看风景，感受农村的气息，感觉还是很美的。当然呢，我并没有向着关龙岛方向骑行，走到另外一条道上啊，这条道我应该没有来过的。你看啊，这边呢就是典型的一个农庄啊，就我觉得还不错。你看它有自己的一个院子，应该是个农家乐吧。在周围呢有自己的池塘、鱼塘啊，养鱼的。当然还有养鸡养鸭，你看它有晾鸡、鸭麦，边上呢也种了很多类似甘蔗之类的一些经济作物。前面还有一台房车，不知道是主人的还是到这边来的游客。就在这样的一片农村啊，我感觉真的非常的休闲。我觉得我们能够时常骑一个单车到周围这些农村地来走走，应该也是一样的，就可以体验一下农村的比较悠闲的时光，但是呢又不用去像农民那样的辛苦的劳作，这个就已经是很轻松的一件事。
好，我们继续向前骑。我相信它就是一个岛啊，它最终到底能够去向何处？又到了一个水闸处啊，草河水闸。没错了，这个地区就是草河，关龙岛就在草河附近。我来看看地图，感觉我有些走过头了啊。那我们就顺着这条河冲啊往里走吧。现在呢，我应该骑到了村里了，但我不知道这条小河冲叫什么呢？草河吗？哎，但是感觉还不错啊。这个小河冲边上啊，都是村民的民居。刚刚我在看地图的时候呢，就发现已经偏离了去向关龙岛的方向。那现在呢，我调整了一下方向，看看能不能去到关龙岛，或者哪怕到它附近去转一转。有时候就这样啊，你穿行到村里的一条陌生的道路，你就可以近距离的看看这些村民的生活状态。你看看这些房子都建的还是蛮宽敞，都有自己的小院，最起码有停车的地方。虽然每家人家的这个外墙啊，有比较简易的啊，也有比较考究的，但不管怎么说呢，还都是建的房子啊，真的独栋的，挺宽敞的。我再转到另外一边去走走看看。感觉这里的农民啊，生活状态还是相当不错，最起码应该是不愁吃穿啊。这里叫草河一街，那么也就是说进入草河村的范畴了。这边虽然是一处农村，但是感觉你看这个街道还是非常的干净，也可能是被这几天的大雨冲干净了吧。但不管怎么说呢，它两边的这些农民的房子，我看还是建得不错，甚至还有一些文化的设施。我就沿着这条道骑下去啊。好，现在呢，我从草河村骑出来啊，骑过一条还算比较大的马路，但是我没看见叫什么路。继续沿着这条河冲向前骑，开始我第3段的骑行。我不知道我的内存卡还有多少的容量啊，
也可能等一会断了，那断了就断了吧，断的地方就是我们第三段结束地方。好，继续在村里，还是草河一街啊，看来还是草河村。那我们就继续沿着草河村骑下去吧。我就知道有一些退休人员啊，虽然他不一定有很高的退休金，但是呢，他也是根据自己的实际的收入来调整自己的退休生活。有些人呢就会租用一个像这种农家小院啊，或者是农家小院的一部分，然后呢过一些低碳的生活和低消费的这种生活，就有时候就自给自足，学着当地人一样的这种生活。对有些人觉得也是相当的乐趣，就远离城区的这种喧闹，还有就是大家那种城里人太多的这种攀比啊等等。在那里抓着水这样接，我操！这条路已经不知道去到哪里了，市南路。但这边又有一条小河了，不知道是不是刚才条小河，应该还是草河村里吧。沙龙头新一街是现在我去的这条街的街名，但同样的呢，也是跟刚刚延续的一条河冲。就这种乡下的街道都没有人，非常的悠闲，非常的安静，就这样的一路骑过去也好。这边呢正在进行一个大的工程啊，叫市桥水道沙湾水道流域市桥河以南流域村居雨污分流改造工程啊，这么一个地方。对面呢，我就感觉应该是一个跟地铁有关的机务段之类的一个巨大的建筑物吧。这里不知道还能够去到哪里啊？我来看看地图吧。看了地图啊，就发现我的对面就是番禺区草河这个一个区级的湿地公园了。
那我顺着这条道走的话呢，应该就可以往回骑了。虽然今天关龙岛可能去不成了。好，明白了。其实今天已经走过了关龙岛附近了。就只差没有上岛了。好了，那我们就顺着这个湿地公园啊，看能不能骑出去，最终呢能够去到大马路上啊。你看，虽然在乡下的村庄里面啊，就那些送快递的小车呢，还是川流不息。突然发现这个绿地是有门禁的啊，进不去。好吧。其实我的左手的这些村屋里面呢，就是这个曹家绿地了。但是我看它有一个大门紧锁着，进不去啊。那我们就继续沿着这个村道，这条河边的小道啊，继续骑行。就觉得在这样的小道上骑行，真的不亚于去一个什么公园，这种感觉本身就相当不错。那我们就继续保持在这样的村道上骑行吧。桥南市镇草河村，从这些垃圾桶上的文字就知道了，这边还是属于草河村的地方。
哟，感觉又回到了刚刚骑过来的这条四桥水道边上的路了，这是一个好现象啊。这不就是我刚刚骑向大稻沙村的这条路吗？太好了，前方呢就是燕州水闸，正好顺着那个燕州水闸呢，可以骑到四桥水道的北岸，从那边呢找一条路回去吧。好，现在呢右拐上这条燕州水闸，这条堤岸啊，也是一条马路，这里曾经骑过车的。现在呢，我就离开这条四桥水道往回骑了。前方呢，应该就是燕州村了。这条是清河路啊，还是蛮熟悉的马路。我的右侧呢是东湖洲小学，看上去蛮气派的一个小学。我现在转入燕州路啊，应该前面就是燕州村，我们也去骑一段吧。你看啊，这边村里面呢还有些新的店铺开张。经过一条普通的村内的商店街啊，记得前面应该有一座桥。燕州桥就在这里了。
前面呢有一个种植基地，也叫丰联农场，那我就拐到左边。我知道这条路呢是可以开车的一条窄道啊，以前我曾经开着车逛过。越是到里面呢，就是有一片农田，那我也就骑到田埂上去兜一圈吧。就在城区的边上啊，这种农田已经越来越少了。你可以看到啊，这边真的是两重天。左侧的大片的农田后面呢，就是一些高尚的住宅。这里还有不少农民的田地啊。再往前面呢，应该就是亚运大道了啊。那我在这边呢，就找一条路拐进去，看看能不能从那边再绕回去。我就把这一段作为我今天骑行的第二段和大家来分享，以免呢变得太长。好了，我们一会儿再见吧，拜拜。